今天要干嘛呢？我现在在英国伦敦的 Gatwick 机场。那我早上的8点的班机要去西班牙第3大城瓦伦西亚。那现在时间是大概凌晨1点半，因为我2个选择，就是搭12点15的最后一班的火车来机场，或是凌晨4点的第1班。那我其实不太相信我自己会起床，因为我之前真的有睡过头没搭上飞机的经验，所以我就觉得早点来机场比较安全。那我原本是打算就是过了安检，然后继续好好休息。结果我发现这里的安检不是24小时的，然后我刚刚就去星巴克想说买杯饮料可以坐着休息一下，然后结账完才发现就是其实座位全满了，所以我就狼狈的找了随便一个角落坐下。那我其实因为还没过安检嘛，那这里就其实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来的空间，我其实不太敢很安心的睡觉，所以我想说可能就写论文撑一下，然后还好我带了2颗小橘子来陪我度过这个有一点艰难的夜晚，但我还是很期待这趟旅程，就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我到瓦伦西亚啦，刚刚先去青年旅馆去放我的背包，然后现在来到他们的中央市场来看看我午餐能吃什么。虽然说是市场，但是跟在台湾的很不一样，非常的干净，然后明亮跟整洁。我有去过一个另外有类似的是在马德里的圣米盖尔市场。圣米盖尔市场我觉得更加的观光一点，然后也比较多东西让你能够在现场吃。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你可以买食材回去，然后你是当地居民的话，你就可以带回家去煮。原本是想在这里吃午餐，但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正餐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生火腿。之前听我朋友讲，有些人不太喜欢它的味道，但我自己是超级喜欢的。所以来西班牙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可以买到很多生火腿，因为对我来说吃是旅行蛮重要的一部分。然后还买了一个现打的果汁。然后我现在觉得现在很热，应该有30度，我就坐在这边，赶快吃完再去走下个行程。我觉得坐太久的话我会中暑。吃完饭后呢，就开始老城区的行程。第一站来到丝绸交易所，这是它的外观。如果要买票的话，要绕半圈，你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小的门口。进去之后，你就会看到售票处。那门票的话，总共是2欧元。如果要导览机的话，是要另外买的。因为当天其实很热，我什么都不太想做，我就只有买最基本的门票进去看看。在15、16世纪的时候，瓦伦西亚是地中海蛮重要的贸易中心。丝绸交易所就是他们那时候出口丝绸到其他欧洲的城市，也是代表瓦伦西亚过去强盛的象征。现在丝绸交易所已经没有实质的功能了，就被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然后提供参观。上网搜寻丝绸交易所的话，除了外观以外，最常看到的就是现在影片中的这个大厅。我有去过其他西班牙的2个城市，分别是马德里跟巴塞隆纳。那比起这2个地方，我觉得瓦伦西亚的游客没有那么多，治安也相对更好，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会有扒手之类的，是逛起来蛮舒服的。还有2楼的部分可以参观。这里以前是海事领事馆，是处理交易纠纷的地方。这就是主要在丝绸交易所我所看到的以及我走过的行程。建议停留时间大约半小时即可。第2站呢，要去瓦伦西亚主教堂。那在去的路途中呢，会先经过圣母广场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戴太阳眼镜，因为那个浅色的地板反射阳光，然后我眼睛整个超级不舒服的，因为我忘记戴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如果大家来瓦伦西亚的话，太阳眼镜真的非常重要。我在第3天的行程也遇到类似的问题。这是主教堂的外观，我觉得非常特别，它有一点竞技场的感觉，跟其他在欧洲看到的教堂蛮不一样的。有蛮多个门的，如果要参观的话，是要走到影片现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面。那因为我觉得这面比较有特色，所以我就只有放这一面的影片。
门票的话是8欧，但是我带国际学生证来，所以是6欧。那如果你有买瓦伦西亚卡的话，也会有打折。只是我觉得我不会参观那么多地方，我就只有买最普通的交通卡。门票是有包含导览机的，然后给你一张纸，上面有每个号码，你就可以去看你参观的地方，然后点开那个号码去听导览，但是只有英文没有中文。我个人觉得瓦伦西亚主教堂非常值得来参观，可以停留大概1个小时，因为你可以看不同风格的建筑，旁边有一个小的博物馆去放它的收藏。地下室还保留考古遗址，只是超级潮湿，我一进去就大过敏，然后就马上飞奔出去。另外还可以登塔，但是门票是要另外买，我也比较懒得走楼梯，所以我就只有参观主教堂的部分。走完前面2个行程后呢，我就来到了这间生蚝吧。那它的店名是西班牙文，我不会念，我就把它放到影片中。非常的推荐，因为生蚝价格可爱，然后品质也很好，下午就可以开心喝酒，真的好开心哦。那因为第一天来班机很早，其实蛮累的，然后我还有学校的事情要做，所以我第一天行程其实主要就到这边，然后有去吃一个晚餐，但是晚餐就比较贵，也比较没有特色，所以在这边就省略不介绍咯。我在瓦伦西亚总共待了3天，那如果全部放在同一支影片的话，内容会有点长，所以第一部影片就截止在我的第一天行程。那欢迎大家敬请期待我接下来后面的影片吧，拜拜。